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你需要先来跟我一起想象一个二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长和宽，却没有高，而这个二维的世界的居民也是一些平面几何图形，有线段、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等等啊。他们呢也只知道有东南西北，而不知道有上和下。高度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呢，二维的居民却无法感知，也无法测量它的存在。作者阿伯特用奇特的语言描述了、建构了这样一个二维的世界，把它叫做平面国。而这本不到200页的小书呢，却成为现代科幻的先驱。而不仅如此，它也是一篇犀利无比、妙语连珠、读起来酣畅淋漓的政治语言。关于二维生物无法理解高度的存在这一点，你作为一个3维生物应该这样想：如果有一天一个4维生物来到地球，向你解释什么是第4维，而你由于自身的局限性，由于我们并没有能够感知第4维的器官、感官，所以我们既看不到也摸不到，更无法测量什么是第4维，所以2维人理解不了3维的存在，这也可以理解了吧？作者阿伯特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假托一个正方形来向我们讲述整个故事，而这位正方形先生呢，在他的世界里是一个数学家，而他是这样描绘他的2维世界的：男人呢是多边形，不规则的三角形是最低等的农民和士兵，等边三角形是中产阶级，4边形、5边形是专业人士和绅士，而6边形及其以上就是贵族了。而边数越多，社会等级便越高。圆形是最高等级的统治阶级，而女人呢，只是一个线段，从正面看就仅仅是一个明亮的点，而如果是从背面看呢，就连亮光都没有，没有任何存在感。如果是一个人对着一个女人的背面，那不小心撞上去的话，就会被刺伤。第一章还没有结束，作者阿伯特就已经用犀利的语言给我们建构了一个男权社会。你想想看哈，所有的社会规则都是依靠男人的形状来决定的，而女人则依附于男人。不同的出身的女人当然有差别，但是在面对男人的时候都是一条线段，都是2等公民。作者紧接着又描绘了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即使是在平面国当中，线段也被其他的图形认为是既危险又暴力又喋喋不休的一群低等的生物。而平面国当中的贵族男性也会经常说，我们宁愿面对女性危险的尾部，也不愿面对她们喋喋不休的头部。而女性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没有摆脱这样的角色，在很多的电影、书籍、电视节目当中，女性的形象无非有2种，一种是危险的不可靠的性感尤物，另外一种呢就是喋喋不休婆婆妈妈的这样一种泼妇的形象。1981年的法国纪录片电影 Be Pretty and Shut Up 片名本身就成为了一代女权运动的主题。而我看到的大多数的中文翻译都失去了原文的意思哈，权且让我来土翻译一下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女人负责貌美如花，但是必须闭紧嘴巴。而在平面国里，男人还有高明的对付女人的艺术。比如说，我们谈论爱、责任、希望，其实我们深知这些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发明这些虚构的词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控制女性过剩的感情。而男人与男人打交道的时候，则完全使用另外一套辞令。这其实是男权社会使用双重语境对女性蒙骗，以达到对其规训与压制的目的。严苛的社会等级其实只是这个社会的冰山一角。别忘了，在2维的世界，无论你是什么形状，其实你最后看起来都是一条直线。所以在平面国里面呢，你看着远远的走来一条线段啊，你就无法知道它是什么形状。所以首先要用听，其次要用触摸，再次要用看的方式来区别彼此，判断对方是什么社会阶级。比如说摸，就是可以摸到对方的角度和他的边数，但是摸只有女人和下等人才会这么做，上等人只用看的。怎么看呢？离观察者最近的点亮度高，离得远的点亮度低，所以2个不同的形状即使看起来都是线段，中间和两端的亮度是不一样的。
而视觉识人是一项极有价值的高贵艺术，充分学习这项艺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只有上等人、有钱人才有条件这么做。读到这里我哑然失笑哈，在我们的社会里呢，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当然不会问对方的存款有多少，但是我们穷尽毕生的精力，无时无刻试图去识别对方的社会阶级，从看他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到后来背什么包包、去哪里吃饭了、度假有没有出国，再往上面就是你会不会品红酒、你家里有没有收藏啊等等这一些。颜色革命讲到这里，平面国似乎挺无聊的哈，但是平面国也有自己的历史，有它的政治暴动、党派之争，也有它灿烂的文化。比如说平面国最辉煌的时期，染色技术刚刚被发明出来的那段时候，一个五边形他掌握了一种原始的染色技术。一开始他用这种技术来装饰自己的房屋，后来他把染色的技术逐渐用到了自己的奴隶、父亲、儿子和孙辈的身上，最终他给自己也染上了颜色。之后就没有人会把他的正面和背面搞混，而他所有的行动都一目了然。于是染色的潮流就像野火一般传开了。而在色彩革命时代，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因为只要活着就能用眼睛欣赏周围的东西，就算是在小型聚会上欣赏来宾的美色也能给人带来愉悦。就连最普通的市民说出的最普通的话，也比今天的文字更有思想，更有文采。那个时代孕育了平面国最杰出的诗歌，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听上去不是挺好的吗？可惜这个颜色革命它发生并且结束在遥远的古代，一开始只是为了实用，但是这个实用呢，却孕育出了权力革命。低等的三角形越来越主张，它们其实和多边形甚至圆形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简单的颜色辨认，它们可以克服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困难。而如果我们这里把颜色两个字换成教育两个字，你会发现我们看到的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社会的描述了。他们坚称染色是所有人的第二天性，颜色的存在消除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因此法律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所有个人都应被视作绝对平等的个体，所有人都有权利享受平等的权利。但是色彩革命却因一个扭转舆论的事件而结束。这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啊，它通过染色骗取了一位原型家庭的孤女，结婚之后才被发现原来不是霸道总裁，而是个骗子。原型家庭的孤女啊，自杀身亡了。面对这样有利的机会，原型阶级迅速召开了一个全国大会，并且安插了带风向的妇女和底层的三角形，适时的鼓掌举手，最终镇压了这个颜色革命并且处死了10%的反对派。读到这里呢，我的代入感特别强，我为这个阿尔维世界的居民感到愤愤不平。尤其读到下面这一段，就是原型阶级对颜色革命的定性。他们说，平等就意味着退化，政治权力掌握在大部分人的手中，就等于政治权力掌握在了犯罪阶级手中。我们三维世界里还有一位神父叫做西耶斯，他写过一本《论特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里面详细的论述了特权阶级的寄生性，而其中的描写和我们上面讲到的这个原型阶级镇压颜色革命这一段呢遥相呼应。我来给大家读几句精彩的：特权者越是自我感觉良好，对人就越是轻蔑。特权者们无法想象别的家族会跟自己家族一样优越，因为自己身上这种特殊的品质只有某些特定的种族才可能拥有呀。所有特权的目的就是享受更多的政治法律权利，但是豁免更多的义务。当权者用愤怒对待人民，却把温柔给了特权阶级。二维世界也需要稳定大局。到目前为止，作者对这个平面国的等级社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描述，还构建出文艺复兴式、法国大革命式这样的历史事件。我已经有一点小小的热血沸腾了，虽然是为这些几何图形组成的社会沸腾的，但是接着往下读呢，我就对作者更加的肃然起敬了。
因为下面几章是作者对于平面国如何防止底层暴动的一个统治术的描述。书中是这样说的：机制一，底层的等腰三角形或者不规则的三角形偶尔能生出更高级的等边三角形的孩子，虽然这种情况极少，但是由于终究有希望，于是底层阶级一辈子都盼望着这样的荣耀。而这种现象的罕见又不会在本质上影响统治阶级的特权。这多像我们的高考呀！想想我们都是怎么形容高考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一分干掉1万人。而大多数人对于高考的评价在于，无论如何都是目前最公平的机制。而每年6月，对于高考它公不公平这个话题，都会见诸报端。可是这样的讨论无论再深入，其实都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高考本身公不公平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被讨论的是，应该被关注的是高考这个机制有没有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公平。就像本书译者在后记当中所写的，特权阶级留给不同人的上升通道是否仍然只是允许等腰三角形偶尔生出等边三角形的统治艺术。这一章的时代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工业革命带来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使得人口得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很多人也可以通过教育、创业等等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呢，作者在这里犀利地指出，这些社会晋升，我无论如何都没有影响到贵族阶级，都没有影响到那些世袭的特权阶级。机制2，打不过就加入他们。第二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段落是对于防止底层暴动的这个描述。平面国里有这样一个自然规律：如果你的知识提升了，你的锐角的角度也会提升。所以一个锐角的三角形呢，如果他想搞暴动的话，他就需要用知识武装自己。那他这个知识提升之后，他的锐角就会变大，他就会更接近于一个等边三角形。这听着多像是底层对现实不满，用知识武装自己。知识武装了之后呢，获得财产的能力也增加了。而获得了财产之后呢，这一群人就变成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反过来便会维护统治阶级，而完全失去了他们作为底层的那种反抗精神。另外，叛军的领袖呢，总是会被抓起来进行改造，把他们变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一旦他们成为了等边三角形呢，就会被贵族阶级所接受。如果你不接受，就会被处死。而接受的那些，大多数都是一直以来抱有成为贵族幻想的那一群人。听着特别像这个宋江被招安了哈，但是在下不才，除了宋江一个人，其他的我也想不出来了。但是抱着成为贵族幻想的人，那可就一抓一大把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蔑视愤青的其他青年当中，有一种思想特别的流行哈。他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对你的祖国不满，那你就去建设它；如果你对体制不满，那你就加入它，从内部改造它。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在体制之外的话，你就没有什么权利去说它的不好。可是这种想法难道不就是不规则的三角形主动要求进行锐角改造，变成等边三角形，期望改变原型的社会规则的这么一种思想吗？这一章结束了，作者总结到，原型阶级非常懂得利用人类心中那股无法压抑也没有边际的希望之火。这本书写于1884年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讽刺隐喻那个社会，但是其中的普遍性依然放之四海而皆准，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自认为进步的今天，除了个别科技进步之外，在社会道德、社会公平政治平等方面到底有没有真的进步呢？第二部分，其他世界。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一个学数学的发政治牢骚而已，可是发牢骚也是个技术活。故事讲到这里其实才讲了一半，作者为什么要假托正方形来写这本书呢？正方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里是许多短短的线段，那些线段中间还散布着一些更小的亮点，所有线段和亮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来回运动。我走向最长的那条线段，向他搭话，不料那线段说，我是这个世界的君主，你是何方妖孽。他似乎相信自己生活的这条直线就是整个世界，
他认为那是整个宇宙，他既不能离开这条直线，也看不到直线以外的东西，所以他完全不知道直线以外还有什么。而这个直线国的居民，他整个视野就是一个点，除了那个点之外，他们看不见任何东西。到这里，作者打趣说，我觉得那种只能看到一个点的生活实在太无趣了，只能在一条直线上移动的生活也太可怕了。于是正方形努力地向这条直线解释二维世界的原理，可是国王无法理解除了南北以外的方向，只知道有长短，不知道有宽窄。于是他破口大骂，让他的子民群起而攻之。作为读者读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愚蠢，怎么这么愚蠢啊，太好笑了。可是不久之后呢，来了一个球，这个球当然是一个三维人，他来造访正方形，因为他看到他是一个数学家，所以应该有能力推算出高度的存在。球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所有你们称之为实心的物体只是四面闭合而已，对于我来说，它们都是敞开的，甚至你们身体内部，你们的肠胃和器官，对我而言都是一览无余的。正方形大惊，不相信，而球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来到上空说，当我从空间俯瞰平面国时，所有你视为封闭的物体我都看得一清二楚。比如说，你看你身边的橱柜，里面装了个盒子，盒子里面充满了钱，还有2个账本。这样吧，我把一个账本拿出来给你。说着，正方形急忙打开橱柜，果然一个账本已经不见了。正方形不信，破口大骂。球接着说，你还不信？那我来揪一下你的内脏吧。正方形在看不到球，只能听到球的情况下，感到内脏一阵生疼，再次破口大骂，但还是不相信。球说，事不过三，只能是最后一招了。于是将正方形拉出了平面，上升到空间。这是正方形第一次在3维世界看到2维世界。正方形此刻开了上帝的视角，于是他也发出了疑问，难道这种诠释的能力并非上帝所独有？而球说，上帝不上帝的我可不知道，可是我们国家就算是小偷杀人犯，都可以把你们2维世界看得清清楚楚，可你们应该不会把他们也当作上帝吧？能看见东西不意味着你就能变得更加公正、更仁慈、更无私、更博爱了吧？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将诠释当成神圣的能力呢？本书在这里大胆地质疑有神论，但是并不是简单的推崇科学主义或者是无神论，而是用这种逻辑思维的方式去质疑任何高高在上、不允许任何质疑的这种思想。作为读者，我带入的是球这个角色，于是读到这里，我觉得自信满满，得意洋洋。我们启发了2维生物，多好呀！可是我们的正方形先生，他提了个问题，他举一反三，说，既然有3维世界，那肯定也有4维世界吧？球先生，我们一起去4维世界遨游一下，也去拽一拽3维生物的内脏吧。你猜球怎么说？球勃然大怒，滑天下之大吉，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儿，气呼呼的走了。作者将2维生物的局限性和荒谬性，通过这一段瞬间转移到了我这个3维生物身上。我顿时觉得非常的害臊，双颊发热，又觉得好笑至极，并且更加对这个作者五体投地了。遇见点点国王，正方形回家后又梦到了点国临危之渊，而这一段也京剧频出。看那个可怜的生命，那个点就和你我一样，只是他被禁锢在临危的深渊之中，他自己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也是他的整个宇宙。除了他自己以外，他对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的概念。他不知道长度，不知道宽度，也不知道高度，连数字2也没有听过，因为他自身既是1也是全部，但其实他什么也不是。然而你看他多么心满意足，所以从他身上吸取教训吧。自满就是丑恶。婴儿和孩子分不清自己和外部的世界，所以他们总是用第3人称来指代自己。正方形在梦里问球，咱们把他带去看看更高的存在吧，并且对着这个国王点点大喊。国王并不搭理，继续自言自语，自我陶醉。你瞧，球说，点点国王根本无法理解，在他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知识永无止境，人类对于世界的探索也没有尽头。
我一直将这句话视为平淡的说教，但却在这本神奇的小书中体会到它的意义。正方形回家之后，就决定一定要向其他人传播关于三维空间的真理。正方形首先找到了自己颇有数学造诣的六边形孙子，跟他解释什么是三维世界，而孙子大哭，拒绝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说政府明文禁止类似的言论，凡是称收到外来世界天启的这些人，妖言惑众的人，一律都会被逮捕处决。这一段细节充沛的情节，充分说明了审查机制是怎么运行的。在一个言论被严格监控和审查的社会当中，人们会学着去内化审查机制。什么是内化呢？就像这个孙子一样哈，人们会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非常小心。但是不仅仅是这样，因为言论和思想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所以被内化的审查机制不仅仅是让人们管好自己的嘴，而它更严重的是让人们会管好自己的头脑，管好自己的思想，生怕脑中会出现那些不该出现的想法。于是这个后果就是，不仅仅社会上会充满满纸荒唐言的毫无逻辑的媒体，而更会出现像这个孙子一样头脑空空拒绝思考的公民。而平面国有这样一位学者，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说为什么神要把世界限制在二维，为什么其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我读到这里又一次哑然失笑，又觉得茅塞顿开，因为作者在这里反对的并不是神学或者是一些被证伪的科学，作者在这里反对的其实是那些所有自称不可被质疑，想要去垄断思想市场的这些思想。而可怜的正方形在这篇论文发表的时候呢，抑制不住心中的想法，于是一股脑的全部都给讲了出来，结果呢就被抓进监狱里去了。而这本书就是正方形在狱中写的回忆录。他还说，我希望我的这一份回忆录能以某一种方式，具体是什么方式我也不知道，被某一维度的居民读到。也许这份回忆录能点燃那个种族的反叛精神，能让他们奋起反抗，把我们囚禁在有限维度当中的强权。反观人类历史上无数残酷的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不禁让人感叹，人类的愚昧真是一成不变，这愚昧害了多少人呀？不管是点、线段、正方形、立方体还是超方体，我们都犯着同样的错误，我们都被所处的维度束缚，成了偏见的奴隶。读完全书，你非常想要立刻再读一遍，重新温习那些煞有介事、言之凿凿却充满哲理和幽默的细节。你打开这本书，翻开扉页，看到了题记。愿探索能拓宽你们的想象，并孕育出最少见、最卓越的美德——谦虚。